Hello， 大家好，今天带大家游览皇家园林颐和园。颐和园有很多的门，今天这条路线我们从新建宫门进入。从这里，从颐和园的那个新建宫门进来以后，左手边往前走，能看到一个铜牛，这个是乾隆皇帝修的。古代的人呢，相信这个铜牛能够镇水防洪，相信它能够防洪赈灾，希望它能够镇住昆明湖的湖水，保佑皇家园林平安。然后铜牛的这个右边就是17拱桥。17拱桥呢，建于清乾隆15年，全长150米，是中国皇家园林中现存的最长的桥，也是颐和园中最大的一座桥梁。大家看，这座桥由17个孔组成，远远望去就像一道长虹飞跨在碧波之上。为什么要建立17个孔呢？因为桥正中间的大孔从桥两端来数刚好是9，而9被称为吉阳数，是过去封建帝王最喜欢的吉利数字，所以将桥建立成17个孔。再看看桥的栏杆，全部都是由汉白玉雕刻而成。桥头上呢有540只形态各异的石狮子，这些石狮子有的母子相抱，有的玩耍嬉戏，有的凝神观景，每一只都雕刻得惟妙惟肖，极具艺术价值。一样吗？狮子在古代这个寓意是赈灾，象征这个皇权。确实是神态各异的狮子。你看这个狮子是不是哺乳狮啊？那吃奶。确实是神态各异的狮子啊。从这个桥上走下来，可以到一个岛上。这个岛叫南湖岛。清代时呢，这里是帝后们赏月和观看水师表演的地方。慈禧太后呢，就曾于1889年命令李鸿章调北洋水师来这里给他表演。登上这座岛，往前直接走就可以到这个龙王庙。这个就是龙王庙。在古代呢，龙王一般是掌管这个风雨的，所以说这个庙一般是用来祈雨用的。庙内呢，原来供奉的是西海龙王，它的东西两侧呢还有风雨雷电几位这个神仙。古代的人呢是靠天吃饭，所以历史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诸位皇帝呢，都曾亲自或者是派人来这个地方上香祈雨。包括慈禧太后从紫禁城前往颐和园时候呢，也会在慈前码头下船，入祠烧香以示坦诚。现在我们从这个小岛的右侧出发往前走，然后呢就可以到含虚堂。含虚堂呢建于清乾隆19年，本来是想仿黄鹤楼建一个3层的建筑，后来由于地基的原因呢，只建了1层。1860年呢，含虚堂在这个英法联军大火中被焚毁，然后光绪年间又新建的。它的功能呢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用来赏月的，第二个功能呢是用来阅兵的。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都曾在此检阅过水兵。现在里面变成了卖文创的小商店了。好凉快。从那个小山坡上下来以后呢，我们继续往前逛，我们去前面的码头上坐船。好像没有。对面远远的那座桥呢，就是玉带桥，因为它看起来洁白如玉，宛如一条玉带，所以说它叫玉带桥。
玉带桥的这个桥下呢，原本是玉泉山泉水注入昆明湖的入水口，也是帝王们乘船至玉泉山的一个通道。等一下呢，我们就坐船去这个玉带桥这个地方。船票是每人30块钱。来，谢谢。小心他噎住脚下，注意安全。上船。我们坐在哪呢？是好啊，是吧？但是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话，你不会。但这等会儿开船是他船尾。我知道，我想看看这里面有什么。没什么，走吧，下去吧。好黑呀，黑不溜秋的。司机的小船开动喽。看到了吗？红色箭头就是我们一进门的地方，而黄色箭头呢，就是我们刚刚从南湖岛到的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呢，我们只是游览了半圈而已。如果是一整圈的话，大概是有我感觉是有10来公里，至少有7、8公里，会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大。走下来呢是很累很累的。咱们从这个湖，咱们从现在的这个右手边，隔着湖望过去呢，可以看到万寿山；远远望去呢，可以看到这个佛香阁。佛香阁呢，最早是乾隆皇帝所建造的，建造之初的本意是给乾隆皇帝的妈妈祈福的，有一个长命百岁的意思。后来呢，被英法联军烧了，慈禧呢又挪用了一些经费重新建了。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就是重建后的样子。里面呢会有一个明代的千手观音铜像，等一下我们到了万寿山的时候，我们再进去看一下。下面还可以看到有一个石舰，石舰就是石头做的船，这个最早也是乾隆建的。一方面是他觉得石头摆在湖边呢比较好看，能给园子添加一点水上的意境。另一方面也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古代皇帝常常把自己的江山比作大船，石头船不怕风吹，不怕浪打，不怕沉，暗指江山稳固。好，我们现在继续沿着昆明湖往前溜达，可以看看旁边的这个昆明湖里的风景。对了，如果你要来北京旅游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翻翻我往期的内容，去看看其他景点的旅游攻略。左边这个地方有一个荷花池。哎，荷花是几月开啊？那就是刚开完。6到8月份吧，应该是。看起来荷花已经开罢了，大家最好是6到8月来颐和园，可以看荷花。不过话又说回来，6到8月份是暑期，小孩在放假，所以人也会非常多。昆明湖旁边种的这种特别古老的古树，这种树有些是乾隆皇帝那时候种的，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非常的粗。走过这座桥，然后穿过这个城门楼的门洞，我们就可以来到一个地方叫延清赏楼。
这个地方是古代贵妃们来这里看河西美景的。乾隆皇帝当年下江南的时候，觉得江南水乡的这种楼比较不错，非常好看，于是呢，他也建了一个。其实整个圆明园很多的建筑都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去这种仿建的。然后呢，现在这座楼呢，它被改造成了一个可以就是喝茶，还有就是拍这个服装、拍古装的这么一个地方了。90分钟，1688。我们继续往前溜达，可以看到一个门，门上面有一块匾额，写着翠卫。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个应该就叫做匾额，一般呢就挂在这个门楣上，体现了这个建筑的名称。这个魏翠的意思是说视野开阔，满目苍翠，指的就是从这个台阶上去可以看到昆明湖，确实是视野非常的开阔，并且看起来是翠绿翠绿的。包括这个湖水，可能当年还有一些植物啊、花草树木啊，都非常的绿。咱们再从前面右转，下了这个桥，再去看看这个石舰。前面说石舰就是石头做的一艘舰船，我在这里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看这个石舰呢，非常的有西洋的风格，跟传统的建筑呢不太一样。这也是慈禧那会儿流行的中西合璧风格，而且慈禧太后还特意给它改了个名字，原来呢叫清晏坊，意思是和兴海晏，天下太平。重修后呢，又给它加了一个不系舟的匾额在船上，意思是这个船不用拴绳子，也特别的稳。石舰的船身雕刻的特别细致，船帮上有海浪纹，船头上还有仿木的船桨造型，看着就跟真船要开似的。上层的洋楼刷着红漆，配着绿色的窗户，在昆明湖的水色和周围的绿色映衬下，显得特别显眼。可当年清朝的江山并没有像它一样永固，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一个石杖亭的地方。亭子里面有一块这个奇形怪状的石头，据说也是乾隆皇帝从南方搞过来的。看起来丑了吧唧的，没什么好看的。咱们出门直接来看一下这个长廊。这个长廊就是一条长长的过道。先说一下为什么要盖它，就是因为当年乾隆皇帝为了让他妈妈逛园子逛得舒服一点，就盖了一个长廊。因为昆明湖特别的大，晒着太阳走路非常的难受，所以呢就盖了一个长廊，既能遮风挡雨，又能遮阳。非常的贴心。这条长廊最值得一看的是梁上的这个画，长廊的每一间梁房上都有彩绘，一共14000多幅，没有一幅画是重样的。这些画里有3种主题，第一类是山水画，第二类是花鸟鱼虫的画，第3类比较有意思，上面画的一些是古代的典故，像《三国演义》里的三顾茅庐，《西游记》里的大闹天宫等等。现在这长廊呢，你看要转弯了，怎么样，画的是不是栩栩如生？毕竟画不好的可能会被杀头。我们沿着长廊走，就可以来到这个排云门。排云门这几个名字也是乾隆皇帝起的，寓意着推开云彩就能看见神仙的地方。这个排云门的门票如果没有买联票的话是10块钱。进去以后看到的这个塔就是佛香阁，就是刚刚我们在远处看到的这个很高的塔。佛香阁里面呢有一座千手观音，但作为游客更多的是去上面看看风景。接下来我们就爬上去看看吧。从下面爬上去，大概不停地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可以看到一座排云殿的一个殿堂。
殿堂里面有王公大臣进献的寿礼，里面有花梨、紫檀等各种家居，还有铜器、玉器、瓷器、钟表等各种稀有的陈设。现在应该是不能进去参观了，所以我们继续往上爬吧。爬到一半呢，可以看到一个德辉殿，这里面呢有许多大臣给慈禧太后赐的一些字画。然后我们顺着这个游览方向继续往上爬，很快就到了。这边是啥呀？不知道哎，这边好像没有游客进去。估计是封着了。哎，哦，这是最高的地方了吧？啊，对。好，我们终于爬上来了。我们现在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佛香阁，感觉它就是立在山顶上，特别的壮观。这个阁子一共是3层，高41米，光底座就有20多米。佛香阁最早是乾隆建的，是为了放一尊千手观音的佛像，让皇室能在这个地方祭拜，求个国泰民安、家人平安。到了慈禧的时候，她不光用来祭拜，还喜欢在这个亭子里面歇歇脚、观观景什么的。站在这个佛香阁的3层上呢，我们向远处看，可以看到昆明湖、17孔桥、南湖岛。远处呢，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城市景观，包括中央电视塔，左边还有曾国尊什么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景色非常的漂亮。这个佛香阁的后面还有一座用石砌成的牌楼。牌楼上面写着众香界，简单来说，它就是像通往佛教世界的一个大门。众香界这个名字来自佛教，意思是佛国之界。在佛经中有个叫众香国的地方，那里的阁楼啊、花园都是香的，是个充满香气的梦幻世界。这座牌楼的屋顶是黄色琉璃瓦绿简边，下面是汉白玉的台基。牌楼表面装饰的5色琉璃瓦。牌楼的楼顶上呢，还有小型的喇嘛塔。怎么封起来了呀？这个办人上去危险。好了，我们现在下去爬万寿山。先去买个，先去对面的小卖部买一个矿泉水歇一下，休息一下。太冷了。现在从这个地方去上万寿山，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上万寿山，只需要在地图上查一下就可以了。累死了，年纪大了，爬山也爬不动了。好，我们现在终于到了万寿山的山顶，这个地方呢就是智慧海。智慧海这座房子上面满满的都是佛像，智慧海的外墙、内壁，甚至是屋檐下的装饰，都雕刻或者镶嵌着琉璃佛像，总共有1008尊。这些佛像大多都是以坐姿的小佛，高度大概是几十厘米，造型统一，排列整齐，而且用的都是黄、绿、蓝等彩色琉璃，阳光下显得特别的鲜亮，不会因为年久而褪色。为什么是1008尊呢？
因为在佛教中这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比如说佛珠呢，通常是108颗，1008就是108的10倍，代表破除1008种烦恼，特别贴合它的佛教属性。当年呢，英法联军在烧颐和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智慧海中没有很多的木质的结构，所以呢，它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几百年呢，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大修。它的名字智慧海也是来自佛经，意思是佛法像大海一样无边，给人无穷的智慧。我们现在下山往苏州街的方向走，可以看到这个风景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现在我们下山来到了四大部洲，这个就是仿照佛教所建立的一些建筑群。因为在佛教当中呢，佛教认为我们的世界中心有4个洲，分别是东南西北，所以说这个就是仿照佛教所建立的一个现实的一个建筑群。看到下面有一些白色的底座了吗？这个呢是原来宫女罚站的时候站的地方。开个玩笑啊，并不是，这个东西是柱子的底座，说明这里原来有许多的柱子在这里，现在建筑已经不长这样了，所以只是留下了许多的底座而已。这个牌匾上写着须弥陵境建筑群，指的就是刚刚我们从山上下来的这一些建筑。好，我们下山了以后，终于是到达了这个苏州街。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一下。还在修缮。这下面这条苏州街啊，原本是叫买卖街，就是由宫女和太监他们会算是叫假扮成一些小商小贩在下面卖东西做生意，然后皇帝呢届时呢就会穿上便装来下面逛，体验买东西。那可能皇帝古时候上街比较危险，可能会遇到一些刺杀情况，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颐和园里面修了一条买卖街。现在呢，这条街上在装修，然后什么都没有，不太建议大家下来了。我只是给大家拍视频，所以说下来给大家看看下面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是北宫门一入口的地方，这里可以找那个导游讲解。第一次来，建议大家找这个导游讲解啊。包括我们刚刚一进门那个新建宫门也有导游讲解。我们现在来了这个门呢，就是如果没有买联票的话，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门的这边直接出去了。那由于我们的车还在那边新建宫门那边，所以我们需要走过去。包括我们买的联票，那边还有2个景点，一个博物馆和一个什么地方去逛一下吧。忘了说，前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慈禧原来住的房子。一条路线呢是从北宫门进来，然后先爬山；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刚刚走的，是从新建宫门进来，最后爬山，然后从这里下山。这是2条路线，大家走任意一条路线都可以。你看这个午后这个阳光，这个墙好好看。阳光这个影子打在墙上真的很好看哎。好累呀。这墙好像一幅画呀。确实，影子画，看到了吗？看直播的视角没有切钱，这是走到什么犄角旮旯里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古代人住的房子呀？
们现在就去慈禧原来的房子里看一下。乐寿堂就是慈禧太后晚年在颐和园里的常住别墅。门前的这些鹿还有鹤，应该是代表长寿的意思。这是慈禧的住宅之一。据说晚年慈禧在这个地方装过电灯，还修过从这个地方到城里的小铁路，听起来就非常的时髦。然后这里边你看有两个圣女座呢，这个乐寿堂的对面有块大石头，叫什么青之釉？据说是这块石头。据说是这块石头呢，明朝有个官儿，然后呢，他在北京房山发现了这块石头，然后于是呢，他斥巨资去把这个石头要运回去，然后可能也是修园子之类的。那但是呢，运的途中呢，就是耗费了几百人的人力啊，还有财力啊，最后呢，由于财力不足，就没把它运走。于是后来呢，乾隆皇帝发现了，然后呢，把它运到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石头又叫做败家石，由来就是明朝这个官儿把家都败光了，也没把这石头运回去。从乐寿堂出来以后，看到一个匾额“书华布石”，指的应该是院内开花结果的一个繁华的一个景象。穿过这个小庭院呢，我们就可以来到德和园。这个就是德和园。德和园是光绪年建的，主要是给慈禧太后看戏用的。慈禧太后呢特别爱听戏，之前颐和园里有一个小戏台呢不够用，就专门扩建了这座超级戏台。连园子的名字德和都有讲究，取呢以德治国、天下和谐的意思，既满足了太后的爱好，又得符合皇家的规矩。每逢过年过生日都要在这儿连唱好几天的戏。文武百官、太监、宫女都陪着，热闹得很。现在里面呢变成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一进门呢还有一张慈禧的画像。第一批2000多箱，第二批1000多箱，第三批3000箱，第四批4000箱，第五批2000箱。1933年呢，日军逼近山海关，北平城上空战云密布。故宫的文物大约有1.3万箱，含书画、铜器、瓷器等核心国宝。最终呢，在国民政府的批准下，故宫人呢顶着压力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文物打包。每一件文物、每一个木箱都编号登记，形成详细的档案。这份严谨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埋下了伏笔。文物呢开始被运到了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已运送到南京的故宫文物再次面临危机，南京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军攻占。故宫人来不及喘息，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转移，将文物分为3路，运往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大后方。从1933年到1949年，故宫文物在战火中漂泊了16年，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最终被平安的转移。1.3万箱文物中没有一件丢失，但许多人在此期间受伤和牺牲。我给你讲个笑话，也不是笑话，就是原先有一个鉴宝的节目，有一个老大爷呢，他来鉴宝，然后呢，他非说他这个宝贝里面，就故宫里面有一件和他一模一样的，就故宫里有一件，他也有一件。完了呢，他这一件呢，他非说是真迹，然后呢，他的那个碗的那个底款上面写着，故宫里是写的什么大清乾隆年制，然后他的那个碗的底款上写着微波炉专用。好，一点也不好笑。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仁寿殿，仁寿殿是颐和园的核心政治建筑群，曾是清代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居住期间处理朝政、召见大臣、举办重要典礼的地方。就仁寿殿前面有一个麒麟，在古代是寓意着这个人丁兴旺，还有辟邪的一个作用，非常的威风啊。
从仁寿店出来以后，我们去最后一站，博物馆。这个是文昌阁吗？不是，它的左边左边颐和园博物馆。那太累了，但是买了联票，不逛就感觉有点亏，所以高低要逛一下这个博物馆，还是排队进入。峨眉月，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把文物南迁以这个叙事的方式呢，按照这个时间线展示给大家。其实就是我前边讲的那段历史。如果对博物馆不太感兴趣的话，这个地方的门票就可以不买，就可以不进来逛了。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逛一下中国的国家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馆。这个故宫的那个钟表馆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钟，为什么这里也有好多钟啊？青花矾红，龙纹海水盘。哇！同治火车头式风雨寒暑表。好了，我们还是直接出来昆明湖旁边看日落吧。感觉逛久了博物馆，大家会比较无聊。这个地方特别适合看日落。据说在一年的某一时间，太阳落下的时候，阳光会穿过对面那个17孔桥，形成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景色。大概就是长这样，我随手拍了一下别人拍的。画的也太好了。哇塞！终于逛完了。然后我们今天是从那边那个亭子那儿，对吧？那个亭子那边进去，穿过17孔桥去的南湖岛，然后坐船走，逛到那边，走过去逛到万寿山下山，然后逛了博物馆，然后再一路走过来，等于说是逛了一圈吧。如果是不走17孔桥的话，还可以逛一个更大的圈儿，就是你看那不是17孔桥是其实把这个湖给截了一半，还可以接着逛，就是从那个17孔桥左边继续往那边逛一大圈儿，感觉一大圈可能要逛一直不停走都要走3个小时，估计2-3个小时。最后再给大家拍一个延时摄影。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会输出更多此类视频。让我们一起看看成片吧。